不是很多同学也是这样相信吗？他们只相信他们听到的，不眼见为实，认为他们就像北韩那样子啊。陆委会把大陆升级为橘色警示，你去一趟需要橙色警示灯号吗？不需要，就只是玩而已，不是涉及到国家机密。害怕交流对他们的整舆情是不利。最好中国是很坏、脏啊、很乱啊、很落后啊，他们这么多年来黑中国黑到无所不黑的程度了。只要台湾人去就会发现，哇，这些人全鬼扯淡。他们很多建筑是有翻新过的，像台湾这样子，台湾很多建筑就是破破旧旧的，楼跟楼都是连在一起的。比起来，台湾的经济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在停止就没有在进步。我去厦门，海滩都很干净，基本的海滩很脏。当你发生改变，你就可以认知到更多，高度就不断往上去。但他们永远都是思考很狭隘，认知会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一个人高度会决定他的幼稚程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去上海跟杭州，你有走东明轩行程吗？上海有，就是上海是必须的。上海他们说是第一次在大陆一定要去的，因为上海它是一线城市嘛，所以那边很繁华。就上海，我那时候去的是外滩，外滩要晚上去是真的很漂亮，不过他们是真的很干净啦，说很多垃圾啊，很多烟蒂或是那种槟榔渣什么的。说呢，只要不在大陆惹事的话，就是你不要杀人放火，那基本上就没有人管你，就跟在台湾一样。其实发现大陆他们在那种整体建筑风格就是已经进步很多了，他们很多建筑是有翻新过的。是像台湾这样子的话，就是台湾很多建筑就是破破旧旧的嘛，楼跟楼都是连在一起的。比起来，就是台湾的经济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在停止了，就没有在进步。你这次去上海几天？3天。你就坐地铁吗？有坐过一次。啊，感觉怎么样？还不错，也很干净。你不是还有去杭州吗？就是上海跟杭州还蛮近的。你在上海3天，你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就是去外滩吧。我白天去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拍照打卡。然后我们还去新天地，还有杭州的话，就是我去那个西湖。有去看意象西湖吗？有，西湖很漂亮，不同的风景。就上海会更国际化一点，真的还蛮多外国人的。哦，到处都是外国人。搭电梯的很多都是外国人，白人也有啊，或是我有看到越南人啊、泰国人啊之类的，还有香港人也有。香港人也有。从清代开港之后，它就一直都是一个交通的这个中心。我感觉我想要再去上海一次。这次没有玩完，对不对？太多了。我觉得一个人去会比较好一点啦。你们这次几个人去？我们是一家人去，4个人，很想要去哪个地方，那他们可能就不想要回饭店，所以就感觉，所以我打算可能明年再自己一个人去。我们那时候打车的师傅啊，就他们的乡音就是很重，所以他在讲什么我就真的听不懂。你杭州住几天？住3天。哦，所以等于上海玩3天，杭州玩3天。那觉得哪边比较想再去？上海之后去大陆啊，只是因为想要看看大陆到底有没有像绿媒讲那么惨，发现根本就没有，自然也是很安全。那个晚上他们就是也是很繁华，大陆年轻人跟台湾一样，也是有很多夜猫子，也就是晚上就看到很多人在逗留。有时候如果你想要在晚上运动啊之类的，就是很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坏人之类的。治安跟整个街道的整洁度啊，这应该是跟台湾所谣传的什么动不动就消失。你知道最近那个陆委会把大陆升级为橘色警示，你知道吗？你亲自去一趟刚回来，你就有需要升到橙色警示灯号吗？不需要啊，就只是玩而已啊，又不是什么政治的东西，不是涉及到国家机密。他们现在说要做安全登记啊，你们有登记吗？没有耶，我记得好像就是我们去搭高铁的时候吧，他就要你检查行李啊、背包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但如果是放在绿媒身上，肯定是中国大陆一定说他们不尊重人啊，不尊重人的隐私啊什么的，动不动就要检查什么的。那在他们眼里很可怕了。但是如果是像美国、加拿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子讲。他们就是会创造一个就是意象嘛，就是中国很可怕，最好不要去，因为你去的人就会知道你他妈绿媒都在鬼扯，偷偷鬼扯淡。那这样子他们公信力就崩溃了嘛，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黑中国已经黑到一个就是无所不黑的程度了吧。所以今天只要台湾人去就会发现，哇，这些人全鬼扯淡公开鬼扯淡，那自然而然就是不会有人相信他们，那公信力就会下降很多。然后他们的高铁有靠背，然后厕所有门。
那有土房子吗？没有土房子，没有土房子。OK， 好。那个高铁有靠背哦，这每一辆都有哈，厕所有门。没有，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可悲的就是在这里吧，就是说去对岸旅游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首先非常近，大概2个小时吧。就是其实距离就相当于一般，然后很近吧，然后这个很快。而且呢，现在虽然通关还是要一点时间，不过基本上你拿台胞证通关也不会太久。害怕交流嘛，因为交流对他们的整个舆情是不利的嘛。最好中国是很坏啊、很脏啊、很乱啊、很落后啊、很具攻击性啊、满街都在杀人啊等等等等的。你不是很多同学也是这样相信吗？中国很可怕啊，中国很落后啊之类的。认为他们就像北韩那样子啊，没有什么发言的自由啊什么的。那个开车师傅会聊一些比较社会问题啊，或者是政治问题吗？不太会耶，就是我妈会跟他们聊政治的问题，但是我不太敢，我人生地不熟嘛，就想说就是不要去碰到这种比较敏感的话题，不然会吵起来。如果他们问我一些比较政治的问题，我就会说我不好意思，我不清楚，因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有人说没有去北京，北京人都在讲政治。以前有去过，2018年的时候，而且它每个地方都会设垃圾桶，所以上海很干净，很干净。因为有人在清扫街道嘛，会啊，很多人在清扫哈。我记得我去厦门，我印象最深刻是它连海滩都很干净，那我就很惊讶说，哦，这海滩，因为金门的海滩很脏，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2个是对岸，然后基本很多这个垃圾冲上来，开车师傅就跟我说，他们就开车师傅啊，就司机大哥就跟我说，司机小哥啦，他就说没有啊，这个每天都会有人清，还有人开船，就公家单位开船在海上捞这样，所以呢就把那个海滩净空。说我们台湾还做不到这个程度，会不会是因为跟他们的制度有关系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维持市容、增加，还有就是加强罚款嘛，就乱丢垃圾也要被罚款，当然就会很大程度改变。就是像台湾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没有人管制的话，真的地上总会有很多那种垃圾，不然是那种槟榔渣。那些媒体听会说中国大家就是他们很脏乱啊什么的，这就是刻板印象啦，制造两岸的一种不理解嘛，这符合政治利益嘛。但久了就会造成这种很坏的后果，就有一些人就活在自己的讯息泡泡茧房里面。你看你那些朋友，你就把中国视为洪蛇猛兽，好像中国共产党可以操纵14亿人，每天每个都像机器人、提线木一样，像皮诺丘一样怎么可能呢？真笑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对啊，那像这么奇怪，那个海外有一大堆所谓的反贼，对不对？对大陆人说叫做反贼嘛，就是所谓就反对共产党的嘛。奇怪，那这些人以前怎样？他不是被操纵了吗？他怎么会跑到海外？不是很奇怪吗？对啊，就是很多矛盾啊。这就跟赖清德讲说，90%台湾除了统促党之外都是台独，可是又说台湾有60%的中共同路人靠北到底是怎样？反对他的通通都是第5纵队中共同路人嘛。认知会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一个人的高度会决定他的幼稚程度。像你都有在听我这些在讲的话，你就会慢慢理解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但他们的世界呢，就是小到一个不行，所以他们小到不行，他们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嘛。因为有一句话是铁律嘛，就量变产生质变嘛，质变又会再创造量变嘛，那它生生不息就一直往上去了嘛。你的知识开始扩展之后，你的整个思想的内涵逻辑就会发生改变。当你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认知到更多，然后你就一直不断的高度就不断往上去。这个也对于整个学习啊，对于这个未来就业啊、人生的经营啊，各个方方面面其实都很有帮助。但他们永远都是守在那边嘛，然后很聚焦、很 narrow， 非常的窄小，然后对于任何事情那么睚眦必较。你刚才讲就是非常的窄啦、狭隘啦，就思考会很狭隘。整个中国就是脏啊、乱啊、穷啊、山寨啊、人矿啊、韭菜啊。996做到死啊！中共高官玩女人，这个到处乱搞啊！然后一般老百姓被层层剥削啊！农奴啊！这个习近平就是小学生学历啊的暴君啊、暴政啊，这诸如此类的，讲都讲不完，讲100个标签也讲不完啊！对啊，这上面逻辑就是这样子，这非常麻烦。是若天地之大，有没有？搞不好今天没有这个韩国有夏国人啊，对不对？开玩笑的啦。就其实他们也没去过啊，会讲这句话，他们也没去过，他也不想去啊，他们只相信他们听到的，却不眼见为实，所以钟明轩才会被他们打到。然后他们不是要去打那种就是去大陆玩的那个网红，很多台湾人也喜欢去日本啊，那他们怎么不去抓那些去日本玩的？反而特地去抓去大陆玩的，因为这些人泄了就是事实的真相。
必杀之就是这样。谢谢伊娃的分享。黑哥说要补充啊。历史哥，你以后要是去的话，我建议你这条路一定要去一下，因为上面有很多历史名人的郑庆龄啊、梅兰芳啊、周恩来等等很多的那个历史名人的这条路上都有。我记得这条路上好像还有以前那个二战时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一个纪念馆在那里。真的，你可以去看看，你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右下角有一个楼，看见没有？震旦是个台湾公司哦，他们的上海总部。对。他们在大陆做那么大，外滩有一栋楼，你想看，光这栋楼得值多少钱？哇，了不起！我刚才还想说，这个真的是震旦行吗？就是震旦行就是震旦集团啊。那个上海办世博会的时候，震旦自己有一个馆。这个公司它是怎么起来的？你们是搞那个南向，对吧？震旦其实原本在台湾是个小公司嘛。那些大公司都去南向了，他没有钱，他没去，他来了大陆，然后就给他一刀到金了。当时那个本土生产的 OA 家具很少，对不对？他们主要是做这个，我记得没错。以前震旦行就是做这个，他们最早是做进口，所以叫震旦行，然后后来就开始自有品牌。那个楼你晚上看不见，白天你能看到的，它是金色的，整栋楼都是。哇，所以现在震旦是了不起的哦。他就到大陆，然后大陆那个时候正好又是经济发展嘛。开很多公司，然后他一下子就起来了。他去的那个时间刚好是中国大陆中小企业阶层的企业全面发展的时候，那需求量就很大。所以你看，跟着南向的都倒闭了，来大陆的发财了，挣多少钱我不知道。光这栋楼你想想看，别的都不用说了吧，光这栋楼，这楼现在卖了可以退休了啦，真的。我刚才正在看那个，因为他那个字啊。就这个震旦那两个字，那个是有商标的嘛？那我就想，觉得怎么跟台湾震旦行那个震旦两个字那么像？你台湾的公司，你好好的，你跟大陆好好的干，你真的能挣钱，而且不是一点点。现在已经是超大集团了吧？照现在这样子发展的话，他很低调我不知道他在台湾有没有上市啊？在台湾有上市，有上市。2373。反正就是，就这个公司就证明两岸的连结对台湾只会有利。你想想看，大陆有那么大市场，你台湾只要有0.几%的人买你的东西，那都得多大一个市场，比你整个台湾都要大。上海其实人口跟台湾差不多，是吧？是2000多万人，但是明显上海的发展当然这个我有点自我吹嘘啊，上海的发展比台湾，对吧？明显，当然因为台湾比上海大，对了，台湾2万多平方公里是吧？36000啊，3万6，对，它比上海要大很多，但是即便是你台北新北，今天你跟上海能比吗？我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比不了，规模差太多了啦，不太一样。没有，台湾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头部产业非常好，不管这个科技制裁什么都当然没有用，因为这个是稀缺嘛。头部产业是供应方说话，不是这个市场方说话嘛。台湾现在就是荷兰病的很严重嘛，这个产业好，荷兰病很严重，会不会怎么样？但因为这种产业它有很强的一种。就讲来就是科技业嘛，尤其是晶片产业，所以短期内还是会非常好，然后股市会蹭一直往上冲。可是你可以看到大多数股市都在跌，就是少数几只，它会变成有点像那个这种科技熔井泡沫。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港口运输业、金融业、重工业和高科技业都有的城市。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其他城市。对，那台湾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是整个岛没有腹地了，那上海是背靠整个中国都是腹地嘛。至少长三角再往上延伸，长江中下游，就年轻人啊，就是有机会多出去看一看哦。但是多出去看一看，不是说只是看，只是玩哦。看的时候，你要对你自己要有一些省思，有一些想法哦，你就会进步这样。OK， 好，我们感谢两位哈。